各位，今天與大家分享一篇德國焦點新聞，關於中國玲瓏1號商用模塊化小堆的報道。玲瓏1號是全球首個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安全審查的陸上商用模塊化小堆，是中國在核電自主創新上的重大突破。今天的這篇報道是由一位一向極度負面看待中國的作者執筆，讓人頗感意外。難道風向有點變了？一下不太適應啊，就像當初 BBC 突然去掉濾鏡一樣。不過，該報道還是負面去解讀中國發展模塊化小堆。我就不賣關子了，看焦點新聞的報道吧。小型模塊化反應堆 SMR， 中國憑借其小型核電站，正在打造一種新的權力槓桿。咱們看配圖。中國海南省玲瓏1號的航拍圖，這是全球首個商用小型模塊化反應堆，也叫模塊化小堆。中國正押注於新一代核能技術，小型模塊化反應堆不僅將為邊遠地區供電，還將支撐人工智能、工業發展以及地緣政治雄心。當歐洲仍在猶豫不決之際，北京已在行動，且這一行動將帶來全球性影響。在技術創新方面，中國正加速超越世界其他國家，核能領域也不例外。北京在其最新一個5年規劃中明確提出要成為全球核技術領先國家，而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地區，例如德國，卻已將淘汰核能視為既定方針。然而，對中國而言，棄核並非可行之路。儘管中國是全球第一大能源生產國，但其15億人口中仍有1/3未能獲得充足的電力供應，世人驚嘆於中國沿海富裕地區迅猛發展的景象，但這並不能代表整個國家的現實。中國現在希望借助小型核電站為貧困地區供電，為向較貧窮且人口稀少的地區提供充足電力。北京於2021年決定開闢一條新路徑，即小型模塊化反應堆，也叫模塊化小堆。顧名思義，這類核反應堆比我們談及核能時腦海中浮現的傳統大型反應堆要小得多。一座這樣的小型反應堆最多可為30萬戶家庭供電。模塊化意味着可根據需求隨時加裝額外模塊，從而靈活提升發電能力，因此特別適合中國地廣人稀的地區。反應堆外包裹的石墨和陶瓷層旨在確保核裂變過程的安全。據稱，一旦發生事故，這種設計可防止放射性物質洩漏。就工業應用而言，這類模塊化小堆明顯比傳統核電站更具成本優勢。此外，它們還能利用已關停燃煤電廠的現有基礎設施，實現資源節約型協同效應。人工智能和邊境策略。對北京而言，這類反應堆不僅對現有居民點的供電至關重要，在中共希望加強人口定居的中印邊境地區，尤其是喜馬拉雅邊境沿線新設居民點，這些模塊化小堆已可發揮關鍵作用，以便在印度對邊境發動攻擊時，中方能立即調動足夠人力做出反應。此外，鑑於北京正謀求在全球人工智能領域取得主導地位，這類模塊化小堆對為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提供電力的重要性也將日益提升。迄今為止，全球僅有2座小型反應堆已投入運營，一座在中國，另一座在俄羅斯。然而，根據經合組織下屬的核能署的數據，目前已有74座此類反應堆處於審批程序中，其中4座計劃在中國併網，27座在美國。在歐洲，法國以8座模塊化小堆居首，其次是英國6座，波蘭2座，以及芬蘭、羅馬尼亞和荷蘭各1座。根據核能署的數據，德國目前沒有此類項目計劃。與德國不同，法國和波蘭堅持繼續使用核能。在地緣政治層面爭奪技術領先地位的競賽中，歐洲時常感到自身夾在美中2大超級大國之間。在此背景下，保持對這類技術的開放態度似乎是明智之舉。然而，僅憑一己之力，歐洲大陸難以與中國抗衡。
因此，歐洲的目光一如既往再次投向了西方，即投向美利堅合眾國。中國如何挑戰西方？儘管唐納德·特朗普曾宣布將削減對未來技術的投資，但私營領域仍存在將大西洋兩岸技術成果整合的倡議。波蘭在此過程中已佔據一個位置，或將在不久的將來為整個歐洲大陸提供助力。波蘭投資人兼富豪索洛爾正積極推動波蘭在航天技術領域的投資，並希望將自己置於與全球知名投資人埃隆·馬斯克和傑夫·貝索斯同等的地位。他計劃大規模引進美國德克薩斯州製造的模塊化小堆到波蘭，而且正如中國所示範的那樣，他打算利用已關停燃煤電廠的現有基礎設施來部署這些反應堆。中國點燃核能的下一階段，而歐洲只能旁觀。然而，僅靠波蘭的倡議還不足以抗衡地緣政治對手中國。在為模塊化小堆及核能領域整體取得進展，中國已成立首個國家級核能研究、培訓與學術交流機構。中國核工業集團已與著名的清華大學簽署協議，共同設立核能研究院。2021年獲批，現已併網運行的海南首座模塊化小堆，據官方表述，旨在驗證該技術的設計、製造、建造與運行，並積累小型核電站的寶貴經驗。而北京還可能利用俄羅斯的相關研究成果，這進一步強化了普京與習近平的威權聯盟。當歐洲仍在爭論核能對未來是否具有戰略意義，而美國則因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正面臨科研人才流失之際，北京已重新認識到這項技術的價值。倘若其競爭對手仍不警醒，中國將在這一領域，正如在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領域一樣，再次超越所有其他國家。好的，朋友們，我們接着看網民評論。中國近年來所實現的成就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他們不進行冗長討論，而是迅速付諸行動。而這種推動創新的意志，如今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已經明顯缺失。咱們看跟帖，當然令人印象深刻了。只要黨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會強制執行，不會遵循民眾的意見，民眾反而可能被徵用土地並強制搬遷，而環境對黨來說不過是礙事的障礙，必須清除掉，真是典範啊！再往下，如果尤其是中國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都在壓住這類小型反應堆，那麼我相信這條路未必是錯的。如果德國也這麼做，那麼關停大型核電站本來就不是什麼嚴重問題，反而可以逐步用更便宜、更安全的小反應堆來替代它們。當然，數量就得相應增加一些，這或許能降低我們的電價，並改善集合電力供應。再往下，這種對中國的近乎迷戀式的全面拔高，究竟是從哪兒來的？許多報道動輒把中國描繪成在所有領域都處於領先地位，仿佛中國人無所不精。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繼續往下，新聞幾乎每天都報道中國科學家取得了新成果，我也沒有理由對此表示懷疑。事實就是如此。一個主動推行政治上刻意推動的去工業化政策的國家，卻不能指望在自己刻意廢除的領域，例如核能，或任其衰落的產業，例如汽車工業中繼續保持領先地位。既要洗澡，又不想沾水，這種想法只存在於我們政客的幻想世界裡。然而，現實世界並不會遷就這種自欺欺人的邏輯。再往下，在中國，一般來說，東西都建得比較大。大家看這張照片，那其實是個普通的1吉瓦反應堆。如果他們連這個都叫模塊化小堆，那我真不敢想象他們所謂的真正大型反應堆會是什麼樣子。下一則，供電狀況，中國政府在電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自2013年起，全國人口及100%的公民均已獲得電力供應。目前，中國人均能源消費水平已與部分歐洲國家相當，例如西班牙或丹麥。所謂1/3的中國人沒有電，這種說法根本不符合事實。我去過中國2次，親眼看到那裡發展迅猛。
上海簡直令人驚嘆，幾乎沒有犯罪。下一次旅行已經計劃好了。好，繼續往下。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早該與這個背信棄義的美國徹底疏遠了？可惜，阻礙這一點的恐怕主要仍是歐洲政壇那些思想僵化、頑固守舊的老年男性政客們。再往下，由於左翼政策，德國如今已幾乎一事無成，既無法緩解交通擁堵，因為這個國家早已淪為一個永無止境的工地，也無法為工業和家庭提供可負擔的能源。在公民津貼問題上，仍遲遲不願削減開支，而這項福利本應只發給那些曾在這個國家工作並繳納過稅費的人，從未在本國工作過的人不應享有納稅群體提供的社會支持。此外，德國也無力留住本土工業，從而無法保障本國的就業崗位。中國總被拿來做電動出行的榜樣，但一旦談到電力生產，這個榜樣很快就不提了。中國正是在為未來人工智能、電動汽車等帶來的電力需求提前布局。中國人不僅建得快，而且會算賬。下一則，模塊化小堆是可工業化批量生產的核電站。首個此類反應堆更應被視作原型機。事實上，小型反應堆早已長期用於船舶上，俄羅斯基本上就依賴這類反應堆。真正具有新意的是，中國在戈壁沙漠建造的液態土基熔岩堆原型，其特點是產生的放射性廢料半衰期相對較短。繼續往下看啊，25年前，德國在核技術領域曾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那之後的歲月裡，我們那些卓越而富有經驗的工程師與自然科學家本可以取得何等成就，推出多少創新產品。然而，德國卻將這筆寶貴財富獻祭給了純粹的意識形態。咱們再往下看，對歐洲來說，答案很簡單，中國人根本不在乎這些。他們只顧推進自己的計劃，在那裡，人命、節假日、病假、每周40小時工作制、公民津貼、性別中立語言、舒適安逸的福利綠洲，統統毫無意義。而我們德國那些自詡為氣候英雄的人，卻還在爭相購買中國產的電動車，自以為因此就成了道德更優越的人，卻完全無視是誰在中國的壓迫下為他們的舒適生活付出代價。下一則，自習滅式球床石墨反應堆曾在瑞典建造並運行，以及用於更高溫度的陶瓷層，這兩項技術都是在歐洲，部分在德國研發的。如果中國人在此基礎上再加入碳纖維單體，用於外部結構穩定性，那才真算得上展現了他們的卓越才智。至於所有那些整天高談氣候的環保聖母們，以後就只配騎着非電動貨運自行車去清理排水溝了。下一則，所謂新的權力槓桿，不，真正踐踏歐盟根基條約、制造權力槓桿的，恰恰是歐盟自己。中國所做的是推動技術進步，德國也曾具備這種能力，直到自廢武功或任其流向美國。繼續往下。海南的第一個模塊化小堆，2021年獲准批建，如今已併網運行。什麼？簡直難以置信！在同樣的時間裡，我們德國這裡恐怕連澆築底板的許可都拿不到。中國正以不可逾越的速度甩開世界其他國家，未來就在那裡發生。而老態龍鍾、精疲力竭的歐洲卻已陷入昏迷，再也醒不過來了。好，繼續往下吧。只在保障巨變過程，中國顯然已經生活在22世紀了，而世界其他地方還在為核聚變能源苦苦研究，困惑不已，甚至為此愁白了頭。太佩服中國了。再往下，中國所做的是推動技術進步，德國也曾具備這種能力，但在過去20年裡，德國卻因徹底瘋狂的左翼綠黨意識形態而倒退。而基民盟至今仍未真正意識到，他們想合作的對象究竟是誰。下一則，倘若默克爾當年沒有與綠黨及社民黨聯合執政，
這些技術說不定現在就在我們這裡運行了。然而，正因為社民黨、綠黨和聯盟黨執意要毀掉本國的工業與經濟，如今這項工作便由中國人接手了。德國政治30年來的悲劇，社民黨始終是罪魁禍首。再往下，多虧了我們了不起的能源轉型，我們根本不需要這個。如果真需要，大不了以後從中國買就是了。就像太陽能板、電池以及很快就要包括的其他所有東西一樣。下一則，中國在做決策，而德國卻還在爭論該說中國女性與中國男性還是中國人，並討論是否可以向中國撥款用於推動性別平等或促進民主。繼續往下，中國立志成為經濟強國，而那裡的人清楚地知道，夜裡沒有陽光，無風時也沒有風力。而在我們德國，情況卻恰恰相反。下一則，最重要的區別在於，中國並非如作者所用的那般富有畫面感的表述要與誰抗衡，而是旨在為邊遠地區的居民提供清潔可靠的電力供應。小型核電站若在設計上比我們的大型核電站更安全，並且能同時確保供電以及跨越數千年的核廢料安全處置，那麼他們就非常適用。在這方面，中國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很可能已遠遠領先於我們。畢竟，中國是一個擁有約2500年連續文明發展歷史的國家，具備相應的自我認知。它絕非暴發戶式的西方超級大國，也不是那些僅靠過去300年殖民剝削才變得富有和強大的歐洲國家。繼續往下，只需看看圖片上那些鋼材就知道了。這些鋼材原本也可能產自德國，如果不是我們當初以1歐元的價格把整座鋼廠和技術拱手送給中國人的話，如今德國不得不花巨資進口鋼材，包括用於制造本國坦克的鋼材，而且還陷入對外依賴。幹得漂亮，柏林！朋友們，這是諷刺的啊。好，再往下，又是德國走在迷航路上一個絕佳的例證。下一則，事實上，真正放棄核能的只有德國，我們的鄰國並未效仿。德國的自我毀滅並非榜樣，而我們為何至今仍未及時糾正錯誤，沒人能理解。繼續往下，對此我只能驚嘆佩服中國人。在德國，一切卻早已被宣布為別無選擇，儘管當初人們還說我們擁有最先進、最安全的核電站，本可通過延長其運行期限來保護德國工業。再往下，咱們看後半段啊。中國會繼續走自己的路，歐洲尤其是德國正在掉隊，而且已然處於下滑之中。中國人根本不需要這個自以為是、資源貧乏的世界角落，頂多偶爾去旅個遊啊，參觀一下啊，把它當做一個落後的迪士尼樂園罷了。再往下看，我們這種模式的民主與長期性的戰略規劃及實施根本無法兼容。如果並不想要照搬中國模式，這一點也不會因此而改變。下一則，鑑於中國目前燃燒的燃煤已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總和，若不能依靠核能，要實現任何氣候目標都將極其困難。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到底想要什麼？只要我們繼續從中國購買各種廉價商品，那裡的生產就會持續旺盛，隨之而來的二氧化碳排放自然也居高不下。下一則，如果中國對台灣或美國發動攻擊，對方早已制定好反擊方案，其中明確將能源供應設施，如水電站和核電站，列為首要打擊目標，而模塊化小隊正可用來對此類損失先進行快速補償。這一布局也暗示，中共並不打算因潛在的軍事風險而放棄其能源與戰略推進。繼續往下，20年前，中國人主要騎自行車，還穿着統一制服，而我們自己現在正走在通往那種狀態的最佳道路上。好，咱們看最後一條評論。
歐洲正在親手瓦解自身作為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共同體的地位，在幾乎所有領域，顯而易見的分裂至今未能帶來經濟狀況的任何改善。中國則展示了在能源生產領域減少污染排放物所能取得的成就，而印度也將隨之跟進，儘管有所延遲。好的，朋友們，到此為止。看來大部分留言的德國人對現狀不滿呀，不少人還挺佩服中國的。難道慢慢有點醒悟了？這可不是什麼好事呀！你們怎麼看？好的，今天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